用 AI 生成廣告圖，讓花生長在樹枝上，陷入信任危機的良品鋪子，真的該涼了嗎？要說零食界最荒誕的翻車場面，良品鋪子的花生上樹值得一提。前段時间，良品鋪子4粒紅花生的宣傳图里，饱滿的花生夾居然掛滿枝頭，連工人都在幹着不合常理的活計。有网友調侃：幸虧小學讀過落花生，不然真以為自己種地種了個寂寞。更有人補刀：下一步是不是要出水裡長的瓜子兒了？面對群嘲，良品鋪子緊急道歉，把鍋甩給了 AI 生成素材加員工疏忽。可看似品牌運營的敷衍，實際上良品鋪子早已千瘡百孔了。巔峰時期的良品鋪子有多風光？2020年登陸 A 股時，他頂着高端零食第一股的光環，门店遍布全國商圈，逢年過節的禮盒裝更是送禮剛需。可短短幾年光景，這家企業就從雲端跌落。2025年上半年營收暴跌 27.21%， 净虧損近1億元，同比跌幅高達 491.59%， 門店一年净減少259家。從人人追捧到爭議纏身，良品鋪子到底經歷了什麼？它真的要涼了嗎？2006年在武漢起家的良品鋪子，算是踩準了中國零食消費升级的第一波风口。那時候百草味剛轉型，单只松鼠還沒誕生，良品鋪子靠着品質看得見的包装和產地直採，硬生生把瓜子堅果賣出了溢價。早期的良品鋪子原本只走直營，可擴張速度始終受限，直到放開加盟，才真正開啟暴走模式。尤其是2018年後，靠着全托管加盟的噱頭，吸引了大批想當甩手掌櫃的投資者。到2020年上市前后，良品鋪子的门店數量一路飆升，巔峰时超過3000家，電商業務佔比接近40%，營收突破70億元大關。那時候的他一邊喊着高端零食的口號，把一包堅果賣得比同類貴30%，一邊又靠着加盟模式瘋狂圈地，連3線城市的商場裡都能看到他的橙字招牌。可成也加盟，敗也加盟，良品鋪子的加盟神话从一開始就埋着雷，所謂的1年回本，純屬畫餅。不過真正給他致命一擊的還是品控問題。良品鋪子能立住高端人設，靠的本是品質過硬，可後來的操作卻把這一優勢拋得一乾二淨。最讓消費者失望的是性價比失衡。以前買良品鋪子圖的是貴有貴的道理，堅果新鮮飽滿，零食口感在線。可漸漸的，網友發現不對勁了，同樣的8彈木，他家比超市貴一半，打開還全是碎的。更諷刺的是，2023年良品鋪子喊着降價不降質，一口氣給300款產品平均降價 22%， 結果卻是降了價，品質也崩了。有消費者吐槽，降價後的餅乾像受潮了，堅果仁還帶着哈喇味。食品安全問題更是頻繁爆雷。2022年，有消費者在良品鋪子的怪味豆裡吃出蟲子，客服回應賠付44元。還有網友爆料，買到的月餅中吃出塑料。2024年又有網友在開心果裡吃出虫子，商家也只是給做退款處理。類似事件還有很多，但良品鋪子也慢慢耗盡了消費者的信任。而花生上树事件不過是口碑崩塌的集中爆发。當一個號稱產地直採的品牌，連花生長在土裡還是樹上都搞不清楚，消費者難免會懷疑他們到底有沒有去過產地。所謂的品質把控是不是全靠嘴說？這幾年零食很忙，趙一鳴零食、愛零食等品牌迅速在縣城崛起，他們的打法簡單粗暴，同樣的零食價格比良品鋪子低30%以上，為啥這麼便宜？因為人家玩的是廠家直採加薄利多銷，跳過中間商，直接從工廠拿貨，供貨毛利率只留5%到10%，加盟商毛利率能到20%，而良品鋪子經過多層經銷商，光中間環節就賺走1萬利潤，價格根本沒法比。面對這般圍剿，良品鋪子從2023年11月就開始慌了，率先舉起降價大旗，想靠低價搶回市場。可這波操作純屬殺敵1000，自損800。為了跟量販零食拼價格，公司一個勁兒調整產品定價，把不少產品的售價往下砍，結果市場份額沒贏回來多少，自己的毛利率卻被拖進了泥潭。調整後的數據慘不忍睹，毛利率直接跌到 24.42%， 比去年同期足足砍掉 7.46個百分點，相當於每賣100塊錢零食，比以前少賺近7塊5。更尷尬的是，即便降了價，良品鋪子的價格還是沒拼過對手，如今更是在戰略上摇擺不定，一會兒喊高端零食，一會兒搞平價下沉，一會兒又想做健康零食，消費者根本搞不清它的定位。如今的良品鋪子要說它涼，恐怕也未必，畢竟它還有3000萬會員，還有良品鋪子這個10幾年的老招牌，要是能痛定思痛，砍掉冗餘的經銷商，抓好品控，跟上供應鏈節奏，未必不能東山再起。就像當年的李寧，從庫存危機到國潮崛起，關鍵在於能不能看清自己，跟上時代。只是留給良品鋪子的時間不多了，零食很忙的门店已经突破 1.5萬家，趙一鳴零食也開出近萬家张折扣店，鋪滿每個社區。當消費者徹底忘了良品鋪子的味道，再想翻身就難了。而那些掛在枝頭的 AI 花生，到底是員工的疏忽，還是巨頭衰落的預兆？或許時間會給出答案，但消費者的錢包從來不會等猶豫不決的品牌。